去年年中，山东烟台的一位大哥在当地跑完了全马。当时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他的心脏内放置了2个支架，一个搭桥，却依旧能和正常人一般运动。评论区众说纷纭，有不少人在感叹大哥身体素质，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如果放置了这么多支架，且还做过搭桥，真的能正常运动吗？不是说国外都停止了心脏支架手术吗？这是不是有误导人的嫌疑？一提到心脏支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寿命会缩短，原因主要是认为身体植入异物后会影响健康，而且需要长期服用排异药物，药物的毒性也难以避免。还有人说，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外被淘汰，放支架后不利于人体平衡。由于这些流言蜚语，很多患者在面临支架治疗时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今天就带大家揭开心脏支架的奥秘。心脏支架手术到底能不能做？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心脏支架撑起的是人生，心脏是为身体供血的主要器官，而为心脏提供供血的血管为冠状动脉。罹患冠心病的患者正是因为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导致斑块在血管壁内聚集，向内隆起，进而影响到正常的心肌供血，轻则引起心悸、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重则会威胁生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刘健教授表示，现阶段针对冠心病的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血运重建2种，心脏支架手术就是其中一种解除狭窄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冠状动脉狭窄都需要放置支架。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放支架呢？稳定性病变，狭窄程度低于约 80%， 身体没有明显症状，一般无需放置，保持药物治疗并定期随访即可。狭窄大于约 80%， 且患者身上有明显的胸闷、胸痛症状，检查中也有明显的心肌缺血，则建议放置支架。不稳定性病变，不稳定病变的患者随时有心梗以及猝死的风险，一定要立即进行心脏支架手术。所以，心脏支架撑开的不仅仅是血管，更撑起了冠心病患者的人生。临床医生表示，只建议年龄35至65岁的人群进行手术，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一般会建议进行其他的治疗方案。那么为什么说心脏支架手术缺德害人？请听我为您娓娓道来。1. 心脏放支架5年死亡率高于搭桥。对于比较心脏放支架和搭桥手术死亡率的情况，究竟是以全因死亡率还是心脏性死亡率为研究终点，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非心脏性死亡率不应纳入治疗风险，因为它与治疗无关。对此， JAMA 子刊曾发表过一项相关研究，研究员纳入了23项随机临床试验，经过长期随访，对1362例分别接受介入治疗和搭桥术的患者出现的全因死亡、心脏性死亡和非心脏性死亡率进行分析，发现与搭桥手术相比，支架术后的患者5年各种死亡率均较高，全因死亡、心脏性死亡和非心脏性死亡率分别增加了 17%、24% 和 1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支架手术就不能进行了。实际上，无论是支架手术还是搭桥手术，都是当前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
至于哪个更好，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心脏支架主要是通过扩张冠脉内狭窄的部位，防止斑块回弹，以恢复供血正常。而搭桥手术与支架不同，它是一种需要外科开胸进行的微创手术，可以理解为在缺血的冠状动脉部分建立新的通路，绕过狭窄的部分，从而达到恢复正常供血的目的。临床主要依据冠脉病变特点、有无其他合并症以及危险因素等方面进行选择。二、为什么心脏支架手术效果不持久？心脏支架植入术是临床中针对部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常见的医疗手段，大多数患者术后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近年来，网上出现了许多患者术后存活时间不长的声音，导致很多人开始拒绝心脏支架手术。然而，这个手术并非人人都适合做，只有符合以下适应症的人才适合。一是急性心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严重，有急性心梗且斑块非常不稳定的人。二是动脉狭窄超 70%， 且合并胸口不是症状，无法通过正常用药缓解的人。三是不稳定行心绞痛，由不稳定斑块破裂后引发不完全梗死、血栓形成，还可以通过部分血流的人。尽管支架手术后可以改善患者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但始终不能达到永久治愈的效果。专家总结了支架术后效果不持久的三大因素：一是动脉硬化加重，动脉硬化不像感冒发烧，一治疗就恢复，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疾病，所以即便术后管理不当，依然有可能出现新斑块，导致动脉再次狭窄。二是血栓再次阻塞，很多患者术后会出现二次阻塞，甚至在支架表面形成血栓，影响血液流动。三是血管因素，如患有三高或糖尿病等慢性病，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冠心病进一步加重。三、心脏支架早已被国外淘汰，国内也将停止。网络上近来出现了不少关于心脏支架手术的负面消息，甚至有人说支架手术在国外已经不用了，国内也将不久被停止使用。有数据显示，人口仅有3亿的美国，每年进行的心脏支架手术却在100万例左右，是不可能有淘汰支架手术这一说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心脏支架手术仍是最前沿的治疗方案。不可否认，支架滥用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自从支架大幅度降价，价格从10000元以上跳水到了100元后，直接让很多通过心脏支架谋取私利的腐败案件无所遁形。为了约束滥用心脏支架的现象，我国相关指南明确指出，心脏支架的放置原则为能不放就不放，能少放就少放。卫健委每年也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巡查，对滥用、超放心脏支架的单位和个人提出警告，还可能吊销相关医生的资质。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支架手术目前在国内外都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治疗手段，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前沿的治疗方式。仅每年心脏支架的耗材量就超过100万个，不存在支架被淘汰的说法。心脏支架技术在国内的需求仍然很大，有数据统计，从2014年到2021年，我国心脏支架的使用次数从74.6万上升到189.4万。如果国内要淘汰该技术，又怎么会出现使用率增加的情况呢？4.
做了心脏支架还能活多少年？对于心脏支架后患者的存活率问题，很多人认为装了支架的人往往需要终身服药控制，而且都活不长，做完之后人就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心脏支架的应用大大降低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猝死率，从以前的 20% 到 50%， 降到了 5% 以下，可以说是挽救急性心肌梗塞发作的大功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杨世伟表示，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等患者的干预手段依然离不开心脏支架，而且即使没有支架，很多对应症患者也需要终身服药治疗。这并不是支架的问题，至于装支架后活不长的问题，其实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患者的病情往往不是单一的症状，需要用到支架干预的患者通常合并多种并发症，而且心脏支架解决的是紧急情况下的救命问题，并不能修复已有的心肌组织坏死情况，术后也依然存在相关并发症的风险。二是心脏支架手术虽然已经可以微创介入，极大地减少了手术风险，但术后还是有概率出现不良反应，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与病情的发展有关。总而言之，心脏支架并不能一劳永逸，虽然暂时控制住了病情的恶化，但疾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保养得当，改善生活方式，好好用药，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支架的作用，降低健康风险。5. 做了心脏支架后会成废人，一辈子卧床吗？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行心脏支架手术后，患者的冠脉血运会得到重新建立，支架会支撑起狭窄的血管壁，使血液能够顺畅地流通。术后的血管在功能上与正常血管基本无异，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事实上，心脏支架手术后，患者应该积极进行康复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再次发生。而且运动需要长期坚持，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不存在进行完支架手术后人就废了，需要长期卧床的说法。相反，长期卧床会导致身体机能下降，肌肉萎缩，反而不利于康复。患者在术后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逐渐增加运动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等。6. 需要长期吃药养活这个支架吗？支架放置只是解决了冠脉狭窄的问题，但对于本身的冠心病等疾病是无法根治的。无论术前术后，患者都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服药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病情的发展，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是否服药与放不放支架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患者的病情需要。放了心脏支架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如果患者不按时服药，或者继续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缺乏运动等，那么心脏再次狭窄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这些不良因素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从而使支架内或其他部位的血管再次出现狭窄。因此，患者在心脏支架手术后，一定要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同时，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良好的心态，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7. 心脏支架超过3个，必须搭桥吗？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心脏支架放置超过3个就需要进行搭桥手术，否则将无法延续寿命。搭桥手术是指一条或多条冠状动脉发生狭窄、堵塞时，在冠状动脉近端、远端搭建一个通道，让血液可以绕过问题的部位，直达缺血的地方。患者是否需要进行搭桥手术，并不是根据心脏支架的放置数量来决定。如果多支血管都需要搭建3个以上的支架，且没有外科手术禁忌，一般会建议进行搭桥手术。但如果只有一个血管需要搭建3个支架，则不太建议进行心脏搭桥，只需要进行心脏支架手术即可。总的来说，心脏支架手术并不是被淘汰的技术，现阶段临床上依旧很常用，对它不必过分抗拒。7. 4种心脏病不用过度治疗，否则就是白花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胸口突然刺痛是心脏病发作吗？电视剧上不少角色心脏病发作都是捂着胸口，然后一脸痛苦。在日常生活中，胸口刺痛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心脏病。别慌，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白晨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不适，只是单纯的胸口刺痛一下，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肋间神经痛或心脏神经官能症，大部分患者都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要进行不良姿势和习惯的纠正，其他造成胸痛的原因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是心脏病。比如和呼吸活动相关的疼痛，可能是胸膜炎、肋骨骨折，进食后胸痛可能是食管炎等。值得警惕的是，这当中有一种疾病引发的胸痛可能会致命，而且比较常见，那就是急性心梗。急性心肌梗死又被称为心肌梗塞，它是因为冠状动脉突然关闭，导致血流中断，使得部分心肌因严重持久的缺血没有营养供给而发生局部坏死。当出现以下6种胸痛时，尤其要警惕。1. 夜间胸痛，变异型心绞痛常发生于晚上或者安静休息时，这是因为心外膜冠脉痉挛而导致透壁性心肌缺血，如果发作持续超过半个小时，很有可能会进展为心梗。2. 忽然喘不过气、心慌。心肌缺血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胸痛，有时候还会造成憋闷心慌，这可能是心梗的危险信号。3. 感觉胸口像是被石头压着一样疼痛，高危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典型表现是阵发性撕裂压榨样胸痛，疼痛较为剧烈，非常有可能恶化至心梗。4. 疼痛感越来越剧烈，大部分心绞痛1至3分钟可以缓解，很少疼痛超过5至10分钟。如果胸部疼痛越来越剧烈，可能代表着心绞痛已经转变为心梗。5. 劳累后出现的疼痛，劳累是诱发心绞痛、心梗的重要诱因之一，可以导致胸痛的出现。但是这种疼痛也可以出现在胸骨后、心前区，有时候还会放射到左肩或者左臂内侧。6. 自己找不到原因的胸痛，莫名突发的胸痛，可能会因为没有防备，从而措手不及，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猝死。心脏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也不用过于紧张，一些心脏病并不像心梗那么恐怖，甚至只要做好生活调理就能控制。这4种心脏病其实无需过度治疗，
很多人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某项数值异常，心里就紧张得不得了。下面9书为大家归纳了一些常见的小病，无需过度治疗。1、生理性心脏早搏。一般来说，人体的心脏1分钟大概跳动60至100次，以60次每分为例，心脏大概1秒钟跳动1次。如果心脏0.7秒就跳动了，这种情况就称为心脏早搏。早搏又可以分为生理性早搏和病理性早搏。生理性早搏常常是熬夜、运动不足、肥胖、情绪紧张等引起的，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吃药，只需要进行生活调整就能恢复。2、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心律不齐，顾名思义，是指心脏窦房结的节律出现不规则，导致心跳节奏失衡。在年轻人中，窦性心律不齐并不罕见，往往在体检报告中有所体现。然而，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伴随其他不适症状，不会产生危害，因此无需过度担忧。3、左心室舒张功能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进行心超检查时，发现左心室的舒张功能下降，也是一种常见情况，一般不需要特别治疗。但是与舒张功能不同，如果发现收缩功能出现异常，就需要警惕了，这可能提示着心力衰竭等问题。4、晚间心跳过缓。许多人在监测夜间睡眠和心跳时，发现自己的心跳很慢，甚至不到40次每分钟，从而引发担忧。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当身体处于休息状态时，心脏会减缓跳动，以适应身体的需要。在深度睡眠时，心跳降至40至50次每分钟，大部分情况下是正常的。心脏好不好，看脸就知道。心脏如果出现异常，可能会在脸部有所体现。如果日常生活中忽然出现以下4种变化，要当心。1、面部浮肿。有一种水肿叫做心源性水肿，脸部出现肿胀，用手指按压后留下压痕，并且压痕部位的皮肤无法回弹，这可能预示着心脏问题。2、嘴唇青紫。嘴唇呈现出青紫色，或者唇边呈现青紫色，这些症状可能暗示着心脏病的存在，如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因血液循环不良而导致脸部异常。3、脖子变粗。脖梗粗大的人往往面临更高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风险，这些健康指标与心脏疾病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4、面部斑点增加。当心脏功能出现减退，心肌的弹性也随之减弱，这意味着血液难以迅速回流到心脏，导致缺氧的血液滞留在脸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脸部肤色逐渐变得暗淡无光。保护心脏，提高心功能，要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开始做起。建议饮食均衡，吃饭8分饱，避免过度进食，控制好体重和腰围，积极运动，管理好血脂、血压、血糖，做好这些，心脏会非常感谢你。